北离江湖，波澜壮阔；南承雪月，东承无双，与唐门等一众名门大派共筑江湖的光明与秩序。可光明之下，必有阴影。暗河，江湖中最神秘的刺客组织。一入暗河，此生就是别人手中的刀剑。但总有人在暗夜中向往光明，在波涛中渴望走向彼岸。暗河的潮水也在此时翻涌而上。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罗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。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，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。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
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册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三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可饮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头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
有了一枝梅。没错。你怎么做到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赌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神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，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，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。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
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。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。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场。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细点意思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
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铺路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申为魁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错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图安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给你爹烧纸，愿老天开眼，保佑你爹沉冤得雪，魂归故里。嫂子，福海来了。啊，娘，福海来了。春儿，你福海来了。哦。大娘，我来给匡国烧烛香。好。匡国哥，你若在天有灵，一定要保佑老太太和嫂子长命百岁，保佑垂儿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纯儿没事吧？代公报样，不见外客，请回吧。我有急事，都闪开。
卑职李治，拜见代公。程烨，你回来了。起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等等。啊，程烨啊，晒黑了，也壮实了。看来送你出去锻炼一下是对的。多谢大人垂爱。这些年，我历任汴州叛左，并州法曹，虽无建功立业，但也跟随几位前辈经历了些事，见了些人，深知人心叵测，仕途艰难。此前我在长安少不经事，给您和家里都添了不少麻烦，卑职心中时常会心怀愧疚。漂亮话就免了吧。你知道这次把你调回来，所谓何事吗？听说前几日有5户人家诈了尸。死前都是当兵的，当时都因为通敌叛国被当场处决，如今诈尸，惹得街头坊间人心惶惶，议论纷纷。刑部和监察院都不想接手这个烫手山芋。我如今抱病在床，也只好把你临时调回来，组织人手，独立办案。可大理寺高手如云，您为何会选我？此事牵扯到兵部，稍有不慎，粉身碎骨。你在朝中没派系，又算是皇亲国戚，纵观朝野，没人比你更合适办理此案。可是卑职身边只有一个跑腿的。你需要的人，我都写在这里面，能不能为你所用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怎么每次都这样？就不能大大方方的走正门吗？呀，胖子，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为谁笑得人憔悴啊？哼哼，反正不是为了你，你要找我爹啊！我爹在西乡呢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别打扰本小姐写字啊！我不是来找你爹的，我这次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想代公之所以选你，是因为你的博闻强记。你自有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。你爹在刑部当侍郎的那几年里，你看过了几乎所有的刑部卷宗。那又怎么样？省得我要亲自去看了。切，真笨。切。哎，买肉了。他用的刀怎么跟其他屠夫不一样啊？他用的是双刃柳叶刀，只有2种职业的人会用这种刀：商医、仵作。请问，你要哪部分的肉？肋排3两，脆骨3两，里脊3两，必须要骨肉分离。这刀法就算庖丁在世，也不过如此了吧？谭双叶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谭家从前朝开始9代仵作，技艺精湛，名震朝野。你爹被卷入谋反案，发配充军，你沦为屠夫，终生不得入朝当差。我说的可是事实。来者何人？我姓李，名志，字承业。这位复姓上官名子苏，我们是大理寺官差，想请你出山，担当仵作。这一天我已经等了一辈子，终于等到了，你们终于来找我了。
老大，我找着他了，在哪儿？反舍。老大，这位是谭双叶。上官紫苏姑娘，你好。我老大走提起你。是吗？萨摩多罗。你想死？四娘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错哪儿了？错在我不该拖欠房租。继续。我不该偷吃客人盘里的菜，让客人发现。一盆鱼头豆腐从厨房到饭桌一共30步，你给人吃的只剩下2块豆腐，连汤都不剩，你倒是给人留一块鱼骨头啊！我那不是怕把客人给扎着吗？就是他。对，就是他。知错就好，好好反省我啊！四娘，别走啊！救命啊！啊！还好接住了。多谢官爷救命之恩。小人复姓萨摩，名多罗。你是西域人？没错，小人祖籍迦兰，来长安有段时间了。各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客官到，客官到！来，客官里边请，我给你们倒茶去。四娘，他不是冲咱们来的吗？抓也抓不到咱那儿，我们都从良了。再说了，他们现在抓人也得有点证据吧？要是真逼急了，我弄死他！我。茶来喽！各位大官人，请用茶。谢谢。上官姑娘小心烫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姓氏？您穿的衣服面料特殊，长安城穿得起的人只有2、3家。这2、3家当中，适龄女眷都已经嫁人了，还能在街上随意走动的，似乎只有上官家的紫苏姑娘了。哼，消息倒是挺灵通，不过耳尖可不算什么本事。皇兄说的是。哼。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？半个月前，城西的皇室宗族办了一次100年庆，10里8乡皇室宗亲都去了，每个男丁都发了一根刻黄字的黄叶木发簪，以作纪念。我簪子呢？在这里。我一时好奇，就拔下了看看。不好意思啊。手还挺快，做贼没问题，干正事儿，哼，不行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更适合做个屠夫，而不是仵作。哎不，你这个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他裙角和鞋帮都泛着油光，腰间和颈部有勒痕，从位置判断应该是屠夫系的那种围裙。寻常屠夫虎口才有茧，而他食指外侧和拇指内侧有茧，只有常年使用柳叶刀的人才会在这种位置有茧。那就只剩下2种职业：商医、仵作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仵作，而非商医？你身上有防腐膏的味道，商医要防腐膏干嘛？这位妹妹姓谭吧？我跟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，非常敬佩他的技艺。眼力、见识、分析能力都还不错。那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之前作为顾问，为大理寺也断过不少案子，为什么会被驱逐呢？各位官人请慢用。你但说无妨，既往不咎。宣为大将军府侍妾，我在现场一时没忍住。谁知道那是大将军凯旋归来，皇上御赐的点心啊！
笑什么？我一用脑子，肚子就特别饿。唉，本来还可以靠断案赚点外快贴补生计，打那以后，我一顿饱饭都没吃过。吃饱饭容易，只要你肯为我做事。对不起，请恕草民拒绝。为什么？他的官靴看外形和款式产自于汴州，他自称是大理寺的官员，可是他的腰扣是并州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从外省调来长安办案的。当下只有诈尸案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。事关兵部、三司都觉得是烫手山芋，想往外推。我一介草民干嘛往这种事情里扯啊？所以我还想多活2天。开个价吧。唉，钱我很喜欢，但我更想好好活着。500文，痛快！感谢各位官人的抬爱，小人笑纳喽。四肢僵硬，无体温，无心跳和脉搏，无生命体征。衣服料子不错，生命线挺长的嘛。你是仵作吗？啊，不是仵作，站一边去。对了，赵匡国突然出现，当时还有什么其他人吗？有李福海，他跟匡国是发小，他们俩呀是一起应征入伍的。他竟然活着回来了？他有没有讲赵匡国是怎么处决的事情？只是说被判了通敌叛国之罪。我夫君如此一个热血男儿，他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杀敌报国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事情吗？然而我们问李福海，他吞吞吐吐的，我们看他不愿意说，想必是军中的规矩，所以没好多问。那个李福海现在在哪？那天匡国诈尸的时候他也在，现在在家静养呢。谭长业，赵匡国死了多久了？我还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啊，这种情况，因为他无尸斑，也没有腐烂呢。那他是死是活？还不能确定是死尸，也不敢贸然解剖啊。哎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没有？完全没有。哎，还钱！既然如此，我们去找李福海吧，看他那边有没有线索。好。哟，二位今天回来挺早的，楼上打扫好了，上楼休息啊。贵客2位上楼啦！你想干嘛？你觉不觉得这2个波斯人有点意思啊？你要是敢伸手，我就把你爪子剁了喂猪。干嘛？真把我当贼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招呼客人去。好好一个大活人，忽然受了惊吓，几天功夫就没了。老天爷真是不开眼呐！是啊。把棺材放下。我们是大理寺的，李夫人，尸体下葬前，我们要开棺验尸。开棺？凭什么开棺？不行，不能开棺啊！不能让他开啊！开棺！不能开棺啊！不能开棺！夫人，不能开棺呀，夫人！这尸体有些蹊跷啊。怎么说？需要带回去解剖才知道。验尸！官人，万万不可！凭什么验尸？让我如何下葬？官人，出去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给我相信验尸吧！我求求你！
把门插好了。这老爷呢？人呢？人呢？怎么样？没头绪。我之前看的都是刑部卷宗，战士档案应该都在兵部的卷宗里。兵部的卷宗可没那么容易找，要通过兵部侍郎度量员的首肯才行。喂，干嘛去？啊，要不你自己先去，我在这等你。把钱还我。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，我之前就是偷吃他们家的点心，挨的也是他们家的板子。进去吧，有事我担着。走。这度量员正是之前大胜突厥的宣威大将军，大捷之后清除边患，回京后官拜兵部侍郎，现在是朝中至上可热的红人。在下大理寺李治，求见杜侍郎。杜侍郎好武功，卑职心悦诚服。找我何事？直说。近日将士诈尸之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如今又死了一名将士，卑职认为其中必有隐情，应当与当年的战场旧事有关。还请杜侍郎允许我们查一下兵部的卷宗。事关民心，还请杜侍郎多加配合。好，稍后我便手书一封信，你们带去兵部，便可畅通无阻。多谢杜侍郎成全。主人，卵石已经烧热，随时可以汗蒸了。客官，您里面请。慢走啊！三个多罗。来了。哎，好。拿好。四娘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错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你瞎认什么错啊？不认错不被你活活打死。这2天你老不在店里，想忙啥？诈尸案找我帮忙，不许去。他们可以出很高的价钱啊。那也不许去。那我的房租不用交，我还碗没有洗。不用洗。听好了，离当差的远点，不然的话，剁了你做肉包子。哼。
没想到兵部的卷宗浩如烟海，如此难查。乙未年5月初9，处决左大望陵驻江司礼全兴赵匡国，罪名是通敌叛国，就地活埋。李福海的死因已查明，此人并非神思不属而亡，而是死于他伤。致命伤在这里。伤口并不明显，看上去像薄如蝉翼的软性兵刃所致。软性兵刃。杜侍郎当年赵匡国等人背叛通敌叛国，究竟有何隐情，能让堂堂兵部侍郎亲手杀人？李福海是死于薄如蝉翼的软性兵刃，这不正是您杜侍郎的独门兵刃吗？世上用软剑的人千万，为何死了人就要算在我的头上？若真是我干的，为什么要用软剑？好让别人知道，这人就是我杀的。无证据，没章法。难道你们大理寺就是这么办案的吗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将士当年没有死于敌人之手，难道现在要死在不明不白之人手上吗？当年我军扎营黄沙帐，我们的马匹突然中毒身亡。经查发现上游有一个波斯商队在水中下毒，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长安。事关大唐之安危，我派兵前去交涉，想收缴毒药，驱逐商队。此时李福海来报，那赵匡国为了钱财，竟与波斯人勾结，试图毒杀我军将士。我当即下令截杀波斯商队，赵匡国等人通敌叛国，就地活埋，以振军威。而波斯商队负隅顽抗，我军将士死伤惨重。这就是你要的隐情。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兵部上下全都知道。想查，我们随时可以配合。看一看，看一看啦！哎，走过路过别错过了啊！辟邪神器，大吉大利，财小人了啊！镇宅宝物，来，干什么呢，萨摩？啊？人家都在讨论诈尸冤情的事情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坑人呢？我借个风声卖个东西，要啥心情？随便你。现在人们都在传当年的杜将军，现在的兵部杜侍郎，为了一己私利陷害赵匡国等将士，现在冤情重现，他们要杀人灭口啊！哎，大哥看看，哎，你听我说，开我光呢，开我光呢！哎，你这个可是我的镇摊之宝，价钱好商量。哪儿来的？问你呢，哪儿来的？求我呀！哎，我就哪儿来的？
这个从2个波斯毛贼那儿弄来的。普通人走路双臂微晃以保持身体平衡，而那2人脚尖微颠，身形僵硬，这是常年走夜路形成的习惯。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们形迹可疑。那天趁他们出门，我潜入房间四处搜了一遍，发现了这个小瓶子，味道刺鼻，必有剧毒。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喂，二位回来了，我再帮你们打扫房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早点休息啊。这枚戒指还没来得及摘。看我干嘛？纯属意外，这个不算是我偷的。原来你在这儿，我找了你半天。怎么了？我本来打算将茶叶的尸体下葬，却在伤口处发现了一丝乌青。这是一种罕见的毒药，药性缓慢，不易被发现。死者应该是先中毒，刀是后来补的。此人如此精心布局，难道就是为了嫁祸给度良缘？哼，终于反应过来了。难道是波斯人回来复仇？度良缘因为波斯人私藏毒药而屠杀了整个商队，有幸逃脱的人很有可能回来复仇。他们用软刃来嫁祸度良缘，又通过士兵诈尸来造成度良缘杀害下属的假象，最后再杀了度良缘，使之看起来像畏罪自杀。多么完美的复仇计划！三炮，你赶紧通知杜侍郎，最近一定要严加防范，万事留心。好。所以现在只要证明2个波斯人手中的毒药跟死者身上的一致，我们就证据确凿了。